养生侃侃而谈，健康母育而治。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脚气呢一直都被大家所忽视，那现在夏季到了，天气呢也热了，正是脚气的高发季，所以大家就更应该注意脚部的问题了。那今天木子就来跟大家说说，为什么夏季更容易患脚气，以及脚气的预防。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穿的鞋子不对。比如说你长期穿不透气的鞋子，那脚部呢也会长期处于闷热的环境中，再加上脚部容易出汗，就会造成细菌的滋生，从而脚气也会跟着出现。第二个是经常做足浴，很多人都认为做足浴有利于身体健康，但夏季常做足浴只会增加患脚气的风险。第三个呢是游泳，游泳可以说是夏季最火的运动了，但因为泳池的拖鞋都是公共用品，所以我们就容易感染到脚气。那为了预防脚气的发生，我们一定要保持脚部的干净卫生，勤换洗袜子，选择透气的鞋子。另外也要少去游泳池、桑拿房、健身房这种公共场所，这样才能够避免脚气的发生。好了，本期内容就说到这儿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呀，木子你这总说这表现那表现的，那血糖高的人有啥表现啊？那今天木子就给大家说2个血糖高饭后会有的表现。第一个，饭后还容易饿。血糖高的人血糖没有被充分吸收和利用，所以饿的速度很快，刚吃完饭不一会儿也会感觉到饿。第二个，饭后总想喝水，因为血糖过高容易导致身体缺少水分，所以吃完饭后总感觉口渴难耐，总是想喝水。那如果你没有出现这2种情况，或许血糖还算平稳哦，不过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要多加注意才行。对于一个吃货但血糖又高的人来说最痛苦的应该就是看见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近在眼前却不能吃。那血糖高的人要少吃甜食，少吃含淀粉多的食物，还有太油腻的食物，还有下面的这2种蔬菜，喜欢吃的人要注意了。第一个要少吃菱角，菱角中含有淀粉和钾元素，很容易转化成葡萄糖，刺激血糖升高，所以血糖高的朋友要尽量少吃哦，不然会给身体带来伤害。第二个要少吃莲藕，莲藕也含有大量的淀粉，而且莲藕含有的水分也比较少，血糖高的人如果经常吃，也对身体健康不利哦。所以血糖高的人要少吃菱角和莲藕，你们记住了吗？家里好像没有水果了，下班去买点，买什么好呢？荔枝、哈密瓜、葡萄，这些水果可都含有很多糖分的，正常情况下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少吃哦。木子，那血糖高还有哪些东西不能吃啊？看这里，还有2种食物尽量不要碰。红枣，新鲜的红枣含糖量在35%左右，而干枣含糖量则在60%左右，所以红枣可以说是升糖大户了，最好管住自己的嘴，不要吃。糯米的含糖量可是比米饭还要高呢，所以血糖高的朋友，糯米也要远离哦。那你们记住了吗？为了自己的健康，不要再贪嘴喽。欢迎收看侃侃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晨起决定一天血糖好坏，早起坚持2要2不要，有助血糖稳定。要坚持运动，每天早上起床后若能坚持运动半小时，有助提高身体新陈代谢和促进血液循环，对调控血糖有帮助，能让你血糖保持稳定。要喝1杯白开水，早上起床后要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摄入，可以每天坚持喝1杯白开水，这样有助于稀释血液，加快身体排毒，能避免血糖升高。不要马上运动，如果早上起床后马上运动，这时处于空腹的状态，很容易引起低血糖，不利于血糖稳定。不要过度赖床，
因为早上4点到9点是血糖最容易升高的时候，如果你一直不起床，错过吃早餐的时间，这样就会打乱一天血糖的规律，不利于血糖稳定。血压高了，通常会有头晕、头痛的情况出现，那一般呢都是吃降压药来控制血压。其实除了吃药以外，大家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来帮助血压保持稳定，那这样配合用效果会更好哦。这个动作就是甩手，先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全身保持放松，手臂自然下垂，手掌心朝内。然后呢，双手手臂开始甩动，甩到前面的时候，最好不要超过肚脐；甩到后面时，小手指外缘最好不要超过臀部。这样来回甩手3到5分钟。注意甩手时要用腰腿带动甩手，甩完之后还可以做一些轻松的活动。这样甩手呢，可以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不仅可以帮助稳定血压，还能提高抵抗力，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哦。得啦，有句话呀是这么说的：晚上11点不睡觉是不要脸，12点不睡觉是不要命啊。如果长期熬夜，再加上长期不运动，会使血液循环变差，这样啊很容易使血管粘稠堵塞。那有人问啦，怎么才能知道血管堵没堵呢？那下面教你怎么识别。晚上经常脚疼，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如果呀经常感觉脚部疼的难以入睡，就可能是血管堵塞了。若没有这种情况，血管还不算太堵。脚部水肿，如果脚部呢有水肿的情况，排除是肾脏的问题，就可能是血液粘稠，血管堵塞了，而且还会伴有刺痛感哦。那上面这2种表现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可以对照看一下。如果都没有，血管相对还算健康。血液粘稠看起来离我们很远，其实呢这都是生活中日积月累的，通常和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关。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和哪些习惯有关。第一个，喝水太少了。人是离不开水的，那我们的血液中大部分呢也是水。如果平时喝水太少，体内缺乏水分，就会增加血液粘稠度，导致血管堵塞。第二个，久坐不运动。长时间坐着不运动，身体新陈代谢和血液流动会变慢，这样时间长了，体内堆积毒素垃圾，也会增加血液粘稠度，促使血管堵塞。第三个，吃得太油腻。一般油腻的食物都是高脂肪、高蛋白的，如果吃得太多，容易引起肥胖，使血液粘稠度增加，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如果想要血管健康，上面这3个坏习惯，希望呢你尽量改正，改掉一个也是好的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血脂高的人呢要少吃鸡蛋，因为鸡蛋的蛋黄主要成分是胆固醇，如果经常吃呢，很容易使血脂升高。木子，那除了鸡蛋还有什么不能吃的呢？说到这儿下面的这3种食物最好也别吃，不要给血管添堵哦。动物的内脏。动物内脏含有较高的胆固醇、饱和脂肪酸，如果经常吃呢，容易使血脂升高，不利于血管健康。所以血脂高的中老年人要少吃。含糖较高的食物，比如甜食、白糖、红糖等，如果吃多了，也容易增加体内胆固醇含量，使血脂升高。最后是含盐分多的食物，那生活中呢常吃的腊肉、咸菜等都含有较高的盐分，如果吃的太多，容易使血管硬化，导致血压和血脂升高，所以也要少吃哦。得啦，今天就扒这些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下期见吧，拜拜。